复利可以让100万在20年内翻7倍，那这个不是骗局，而是属于它的力量。那这个人人都听过的词儿啊，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理解它其中的含义。那我们先通过一个小故事来感受一下复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。在波斯有一个国王决定奖赏他手下的智者，就问他想要什么。那智者就提出了一个看着非常简单的要求，第一天1粒米，第二天2粒米，第3天4粒米，以此类推，每天大米的数量都是前一天的倍数。那国王一听就觉着这个要求太简单了，但没过多久啊，问题就来了。因为在14天的时候啊，国王就需要支付8192粒米，等到了30天，直接就从几粒米变成了需要支付11吨大米。那这种由小到大成倍累积的增长模式，就是复利的底层逻辑。那这个也是它最厉害的地方，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。那类似这样的故事啊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各种版本的。因为复利在我们的生活社会里是无处不在的，如果你不理解它，就有可能被它的力量压垮。但如果你可以利用复利，它就会成为你积累财富的工具。大家好，今天聊一个我们必须知道的金融问题啊，复利。那假如你现在想买一个房子，基本都要几十或者上百万，这就让很多人没有全款购买的能力，所以大部分人只能选择背30年的房贷，每个月慢慢的去还。但银行借给你钱可不是无偿的做慈善，因为它也有运营成本，比如房屋水电什么的。那最后这笔账算下来，你要还的钱差不多是贷款额的1倍左右。那你额外支付的这个钱就是我们常说的利息。而复利的概念是，除了本金可以产生利息之外，利息也可以继续的产生利息。比如你借了100万，年利率是10%，那这个账就很好算了。如果1年没有还清的话，你的欠债就从100万增加10%的利息变成了110万。那如果到了第2年还没有还清的话，那就不是加10万这么简单了，而是从110万的本金里再加10%的利息，就等于总欠款变成了121万。那相反的，单利就是第2年、第3年的债务都是固定增加10万，就它是一个线性增加的过程。那其实啊，现在我们说的利息这个词儿，一般都是出现在金融领域的，但真正的利息，它这个概念啊，早在发明货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比如古代的农民啊，去找地主借种子或者干活的牛马，等到收获之后，就需要把更多的粮食还给地主。那这个就是利息最早的雏形。那现在都知道了，复利是让本金跟利息都可以更快的增长。那虽然这种模式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，但利滚利这个概念是资本家一直都不愿意承认的，所以大部分人对这些都不是特别的敏感。尤其是现在社会把复利都包装成金融产品，可能你没听过复利，但如果真的觉得复利离你很远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比如信用卡之类的，这些都算复利，而大部分人感觉不到，是因为它的公式太复杂了。就像刚才国王的故事一样，一天翻1倍，利率是100%。那这种增长速度啊，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能看到的。但借100万，年利率是10%的例子，看到了第2年，复利只比单利多了1万，感觉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。但复利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全部都体现在了时间里。可能1年2年看着差距不大，但如果这个时间延长到10年或者20年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100万20年后的单利总金额是300万，那如果换算到了复利的话，就变成了673万，比本金整整差不多翻了7倍。那看到这儿就应该明白复利厉害的地方了吧？但是有些杠精一定会说，谁借钱会借20年这么久？那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房贷利率。那目前应该是在3%左右。一般来说，房贷有变动利率和固定利率2种。简单的说啊，固定利率就等于利息一直不变，每个月还固定的钱，而变动利率说的是利率会随着市场的变化出现变化。比如刚开始利息很低的时候，每个月还的钱也就很少，但利率如果上涨的时候，月供也会跟着上涨。所以变动利率的风险主要是政府或者央行一旦提高基准利率，市场的利率也会跟着上涨。这也是为什么按照变动利率去还房贷，每个月还的钱就会增加很多。而固定利率就是那种稳稳的，不会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。比如一套房子价值100万，利率是3%，
贷款期限30年，利率不变的情况下，每个月只需要还4215，30年一共需要还款的金额是153万。那如果你是在利率5%这个期间买的房子啊，那每个月要还的钱是5367，30年之后呢，需要还193万，也就等于30年还的钱整整翻了1倍。那100万对任何的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对吧？而利率针对的也不只是个人啊，它对企业融资和投资也有非常大的影响。比如你现在用的手机或者电动车，在充电100次之后，电池容量下降到80%。那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个数字也还好，不耽误使用。但你想不到的是，这里面跟复利也有很大的关系。简单来说啊，每次在充放电的时候，都会有1%的损耗。等到了500次的时候，电池容量只能剩下0.7%。那如果在500次充放电之后还剩80%，那就等于每次的损耗都要控制在0.045左右。那这就代表了电池在出现衰减的过程里，确实也受到了复利的影响。那没听懂的朋友，我可以解释一下，电池每次都损耗一点点，但剩下的容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少，对吧？那这个就像利息在利滚利一样，每次的损耗都算在剩余的电量上，所以长期的影响可能比你能想到的还要可怕。同样的，如果你有理财或者股票之类的投资，复利也可以变成你的助手。那我们现在把通胀的因素也算进去，再按照年均复利回报在6%左右去计算啊。那如果今天你投了100万，30年之后复利的变化差不多可以翻6倍。那虽然股票市场会出现波动，但从长期来看的话，复利投资确实可以抵消通胀的损失，也是实现财富增长最有效的方式之一。那这里只是算账，不是叫你真的去投资，因为我们的市场不能按照这个方法去计算。但有一点，复利的概念除了在金融上，也可以用在学习或者提升技能上。那这里就要说到了1.01法则了啊，它大概的意思是每天只比昨天进步1%，那1年之后你就会变成现在自己的37.8倍。那虽然看着每天都没有什么进步，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能收获巨大的效果。那其实这种方法用在存钱上也是一样的，不要认为每个月存几百很少，只要时间放大，一样可以无限的接近目标。最后，复利可能不单单是一个数学游戏，可能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秘密。那现在的你知道了这个秘密，就要拿出点时间和金钱，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果。